Hello，各位木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今天的节目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木头人。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，我想邀请大家跟我一起闭上眼睛，回想一个场景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，在一个周末的午后，你兴冲冲地拿到了设计图，甚至可能还花了重本买了几块不错的木头。你照着图纸上的尺寸，认真的画线、锯切，甚至拿着凿刀，满头大汗地挖好了榫孔。当你满怀期待，把这些零件像拼图一样组装起来的时候，却发现，咦，为什么柜子是歪的？为什么那个榫头就是塞不进去？或者塞进去之后有一边是翘起来的？或者更惨的是，明明你觉得刚磨好的刨刀，推过去却发出卡卡的惨叫声，把一块好好的木头撕得乱七八糟，留下像被狗啃过一样的坑洞。这时候，我相信很多新手朋友，甚至做了一段时间的老手，心里的第一个反应都是怪自己。你会想，一定是我手太拙了，我大概真的没有做木工的天分，或者是不是我不够壮，力气不够大？但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可能会让你吓一跳，甚至会颠覆你三观的结论。木工这件事其实从来就不是在比力气，甚至也不是在比你有艺术手感。木工是一场发生在微观世界里的几何学竞赛。如果你觉得工具很难用，或者做出来的东西永远不准，问题往往不在你的肌肉，而是在于你忽略了工具尖端那几毫米的物理定律。今天这一集节目非常特别，我们挖掘出了一份很硬核的技术文献，来自苏联时期的经典木工教材、细木工作业，以及几份关于切削原理的深度报告。我们要跟着传奇苏联匠人库科索夫的视角，用一点时间重新走一遍从画线到跑穴的科学之旅。好，我们现在想象一下，你的工作桌上放着一块刚从木材行买回来的粗糙木料，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？我有90%的把握，很多人竟会说，拿卷尺量长度啊，看够不够长。错了，在库科索夫这位老匠人的眼里，这简直是本末倒置。你第一件要做的事，不是量尺寸，而是建立基准。书中有个观念非常重要，在你的铅笔碰到木头之前，这块木头必须先学会手规矩。什么意思呢？木头是天然生长的，它会扭曲，会翘曲。如果你在一个扭曲的平面上画直线，这条线在三维空间里其实是歪的，所以库科索夫要求我们必须先刨平一个大面，这叫做第一基准面，接着必须刨平一个跟它垂直的侧面，这是第二基准面。那问题来了，要怎么知道它平不平？难道每个木工都要买一台几十万的雷射水平仪吗？苏联工匠教了一个很帅气、很硬派的方法，叫做目测法。但这不是随便看看，传统工法会使用一对叫做翘曲规的工具，这是两根长得一模一样的平行木条，你要把它们分别放在木板的两端，然后像神枪手瞄准靶心一样，蹲下来，闭上一只眼睛，逆着光看。这时候物理光学会告诉你真相，如果这两根木条的上缘眉有重叠成一条线，哪怕只是错开了一点点阴影，就代表这块木板像麻花卷一样在扭曲。光线是不会骗人的，任何一点点阴影都代表不平。接着你要拿角尺紧贴着第一基准面去测量第二基准面，只有当这两个面呈现完美的90度，你后续的所有量测、切割才有了一个绝对坐标。没有这个坐标，你锯的再直，组起来永远是歪的。基准抓好之后，我们要来画线了。这里有一个让我很惊讶的细节，在库科索夫的标准里，传统的职人是不太依赖铅笔的。为什么？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一支削得再尖的铅笔，它的笔芯也有厚度，大约是 0.3 到 0.5 毫米，而且石墨粉画在木头上会晕开，会变粗，甚至被木屑盖住。这 0.5 毫米的模糊地带就是你误差的来源。真正的职人使用的是画线规或画线刀，它的尖端不是笔芯，而是一根硬化的钢针，或者像刀片一样的锋利边缘。当你靠着刚刚做好的基准面画过去时，它会做什么事？它不是留下颜料，它是在木头上切断了表层的纤维，刮出一条深痕。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动作，这条线不是平面的，它是三维的物理凹槽。这条凹槽超级重要，这就是所谓的第一道切削。
当你之后下凿子挖孔或者下锯子锯切的时候，工具的尖端会直接掉进这个槽里，被这个物理轨道卡住，这就是所谓的零误差。你的凿刀不需要眼睛去瞄准，是木头上的凹槽告诉它该去哪里，这才是精度的起源。好，线画好了，精准的物理刻痕有了，接下来我们要把它切开。这里我们要聊聊大家最熟悉的工具——锯子。很多人觉得锯子很暴力，用力推就对了，像在健身一样。但苏联教材里说的一句名言：锯子不是一把刀，它是一排刀。每一颗锯齿都是一个微型的切削工具，而你锯得顺不顺，不看力气，取决于你是否理解了木头的纤维方向，选对了哪种牙齿。这里我们要区分两个绝对不能搞混的概念：顺纹切与横纹切。首先，如果你是顺着木纹锯，你要用的是重切锯。如果你拿显微镜看它的锯齿，你会发现它的形状像是一个个凿子，它的运作原理就像你拿凿子去推木头一样，是一层一层把木头纤维铲出来。因为是顺着纤维，所以这时候你需要的是挖掘的能力。但是如果你拿这个铲子去锯横断面，会发生什么事？就像拿铲子去铲一捆绳子，你当然铲不断，还会把绳子勾得乱七八糟。这就是为什么你锯出来的切口全是毛边。所以如果要切断木头，你要用横切锯，它的锯齿长得完全不一样，是尖尖的等腰三角形，而且每一颗牙齿都被磨出了斜面。它的运作原理就像两排小刀，先从左边画一刀，再从右边画一刀，把纤维切断，像切葱一样利落。除了选对锯子，还有一个新手最常遇到的崩溃时刻：锯子夹住了。你锯到一半，发现锯子被木头咬死，拔都拔不出来，甚至锯片开始发烫。这时候别怪木头硬，这是因为你忽略了剥料。所谓剥料，就是把锯齿有规律地一左一右拨开，这是有物理目的的。锯齿拨开后，锯出来的缝宽度会大于锯条本身的厚度，这多出来的空隙是为了让锯条在里面悬空移动，减少摩擦力，让空气进去冷却，也让木屑有地方排出。这里有个黄金法则，请大家记在小本本上。单边拨开的幅度大约是 0.3 到 0.5 毫米。拨太大，锯缝太宽，很丑，且锯子会乱晃；拨太小，摩擦力太大，就会夹死。这完全是精密的物理计算，不是靠感觉的。木头切下来了，最后一步，我们要把它修整得像镜子一样光滑。这时候，刨刀登场了。苏联教材把刨削视为木工技术的分水岭。锯子或许还能靠一点体力弥补，但刨子靠的全是吊销的智慧。很多朋友刨木头时，最怕的就是逆纹撕裂。你推过去，表面不但不亮，木头纤维还被整片撕起来，出现一个个坑洞。这时候呢，我要介绍刨刀构造里的一个超级英雄——压铁。很多新手买了刨刀，看到刀片上面锁着另一片金属片，往往觉得它很碍事，甚至想把它拆掉。千万不要，它是你的救命恩人。它的物理原理非常精彩。大家想象一下，当刀刃把木屑缠起来的时候，这片木花就像一个钢杆。如果没有人阻止它，它会顺着纹理把刀口前方的木头纤维整片掀起来，这就是撕裂。但如果这个时候有一块陡峭的压铁挡在刀口极近的地方，木屑一被缠起来，哪怕只有 0.1 毫米，它就会立刻撞到这堵墙。撞到墙会怎样？它会被迫往回卷断。只要木屑在撕裂发生之前就先折断，那表面就会是平整的。这里有一组职人数据要分享给大家。在一般顺纹作业时，压铁离刀口大约1毫米到2毫米就可以，这样排屑很顺畅。但是当你遇到那种大逆纹很难搞的木头时，请试着把压铁往下推，逼近刀口到 0.5 毫米甚至 0.3 毫米。虽然这样做你会发现推刨刀的阻力暴增，手会很酸，但你会惊讶地发现刨出来的表面会像抛光一样亮，完全没有撕裂痕迹。这就是物理学的胜利。那要怎么调整这微小的 0.5 毫米呢？如果你的刨子是传统木刨，你需要的不是螺丝起子，而是一把小铁锤。这是一个很迷人的技艺，利用的是惯性原理。当你想要进刀
切深1点时，轻轻敲击刀片的顶端，把刀子打进去。这很直观。但是当你想要退刀切浅1点时，千万不要去拔刀子。正确的做法是敲击刨台的尾部。当你敲击木头刨身时，刨身会因为受力而瞬间向前移动，但是沉重的铁刀片因为惯性会倾向留在原地，相对来说刀片就往后退了。你要闭上眼睛，练习听那个敲击的声音，去感受刀片缩回那一个丝的距离。这就是所谓的与工具对话。讲到这里，我们从划线的物理凹槽讲到了锯齿的几何形状，最后谈到了抱刀压铁的惯性与断梁原理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苏联老匠人库科索夫教给我们的，从来不是怎么练出一身蛮力，而是如何用大脑、用几何学去解决问题。最后补充一个关于磨刀的小观念，根据技术报告，如果你觉得刀子很难用，推不动，除了力度之外，可能是你的角度磨错了。切软木像松木，你可以磨20到25度，享受极致的锋利，但切硬木像榉木、橡木，请磨到30到35度。不要觉得这样不够力，这样刀口才够强壮，才不会在硬木面前崩掉。所以当你下次在工作室里发现柜子歪了、锯子夹住了，或者表面撕裂了，请不要叹气，也不要怪自己没天分。停下来喝口水，想一想今天提到的这几个几何观念，是基准面没抓准，是锯齿选错了，是拨料不够，还是压铁没掉？好，答案通常就在那几毫米之间。木工不只是手艺，它是几何学的胜利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希望这苏联木工科学课能帮大家省下不少力气。祝大家的工具永远锋利，基准面永远垂直。我们下次见。